Git.com 是中國的一個程式碼托管平台，最近似乎為了配合政策，又開始嚴格的審查敏感詞，竟然連 safe 這樣子的關鍵字都沒有辦法使用，實在是令人覺得非常的匪夷所思。對中國的開發人員來講 ，GitHub 要科學上網 ，Git 現在又大張旗鼓的無奈配合政策來審查，因此不如自己來建立 Git 的主機吧。接着我就希望透過幾期的影片來介紹很多人使用了的 Git 這樣一個開放原始碼的 Git 伺服器的軟體，它主要是使用 Go 這個語言來撰寫的，算是一個非常輕量級的一程式碼托管的一個解決方案。我在這幾期的影片裡面會來分享我使用上的一些技巧跟經驗。那今天首先就先來介紹 Git 的安裝程序。首先我們來安裝 Git 的安裝非常簡单，我們只要到它的官網上面再點擊下載，接着在這個下載的資料夾裡面找到 Git 的目錄，再進入到 Git， 然後在這邊呢，它有所有 Git 已經發行過的所有版本的下載的資料夾。那我們找到最新的資料夾，現在是 1.16.8， 點擊以後，在這一個清單裡面找到你要安裝的作業系統的對應的檔案比如說我們要裝在 Windows 的 Win64 的平台裡面，因此你就是下載這一個 AMD64.exe。那請注意這個要儲存檔案的時候，在瀏覽器呢，它會問你是不是要保留，因為這個.exe 如果沒有特別去要求做保留的話，是沒有辦法儲存在本機的硬碟裡面的。要做過2個保留這樣子的指示以後，這個.exe 才有辦法儲存在你的硬碟裡面。那我現在已經儲存過了，我是放在我的 test Git 這個資料夾裡面。這個下載下來帶版本號的這個呢，就是下載下來的執行檔。那通常我會建議大家把這個檔案直接拷貝成 Git.exe， 那將來就是直接執行這個 Git.exe 就可以了。只要直接執行這個 Git.exe 就可以馬上執行 Git 的系統了，它不需要做任何的安裝。那這個是 Go 這個語言一個很方便的地方，它把所有的環境需要用到的所有的檔案呢，全部封裝在一個 .exe 裡面的。在這個顯示出來的訊息我們有幾個資訊可以獲得就是我們的設定檔是在我們安裝資料夾裡面呢，它有一個 custom 這個目錄，然後呢會有一個 conf， 那 conf 呢就是專門來放設定檔的。那系統最重要的設定檔呢就是這個 app.ini， 我們將來會有需要去編輯這個 app.ini， 那目前我們就讓它保留原始的狀態。然後下面還有一個 listen 的這一個網址，這個就是我們在瀏覽器裡面來存取 Git 系統用的網址，所以它是 localhost， 我們看下面這個好了應該直接用這個 localhost :3000。那我們接着就到瀏覽器裡面直接瀏覽 localhost :3000。一開始沒有 app.ini， 因此會直接進入這個起始狀態，讓我們來做基本的設定。首先我們要先指定資料庫的類型，那這邊有4種資料庫可以使用。如果我們只是要做簡單的測試的話，就直接使用這個 SQLite 3，它會自動在安裝資料夾裡面的 data 這個目錄裡面呢，會有一個 git.db， 那這個就是 SQLite 3的資料檔。然後接着有一個網站相關的內容要來做設定，那這邊就是你儲存庫的根目錄就是你的 repository， 你要放在哪個資料夾。我建議大家可以把這個資料夾改成跟不是 Git 的安裝目錄把它放到另外一個根目錄下面的某個資料夾裡面，這樣子方便將來資料跟 Git 的系統做切割，将來你會比較好去移動你的這個 repository。那在這邊基本上我們不需要做任何別的設定就是讓它保留預設值就好。然後接着在這個可選設定裡面通常因為我們在 Git 裡面會有一些没有的往返比如說有一些錯誤啦或者怎麼樣需要提醒管理者因此這個電子郵件的設定你應該要把它給設定好。還要再設的是我們這個系統管理員的賬號，設定第一個賬號呢它就會自動變成是管理員。那請大家注意admin 這個賬號是保留的賬號不能使用因此我們就換另外一個名字比如說我把它叫做 git admin， 然後你再輸入要用的密碼還有你的電子信箱，比如說我隨便做一個示範的假設我是這個名稱。那這樣子全部設定好以後呢，就可以直接安裝 Git 了。安装 Git， 那它就已經安裝起来了。你如果是第一次安装的话你可能会碰到一個問題就是它會跟你講data 那個資料夾沒有辦法建立那像這個時候就要自己到你的資料夾裡面，因為它可能找不到 data 這個資料夾，因此你就自己用 md 這個指令自己建這個 data 資料夾，然後再重新create Git 一次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系統給安裝起來。好，那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系統裡面來，那這個就是第一個管理者的賬號，然後右邊會有儲存庫跟組織，因為 Git 有一個組織跟儲存庫還有團隊中間的一個關係需要做建立啊。那這個我們將來以後再來做介紹。那在管理設定的部分就是在這個地方你要點擊右邊這個頭像下拉選單裡面會有一個網站管理，那這個就是管理員可以在這邊做的一個管理，就在這邊可以建立使用者的賬號，可以建立組織，然後可以建立儲存庫，還有 Webhook 認證來源等等，這些訊息都是從右邊的這一個管理網站來做管理。那每一個賬號它自己本身的設定呢，就是使用這個設定連結來做比如說你的賬號是什麼，你的電子信箱是什麼，然後你是不是要換你的大頭貼就是你的頭像，這些就是在這個設定裡面來做處理。只要做了這些設定，其實我系統就已經可以運行起来。好，那在這邊如果各位有聽得不清楚的地方，其實就去看解說文章了。我這個目前大家看到的內容呢，都會公布在解說文章裡面。最重要的檔案設定檔當然就是在 Custom 的 CONF 裡面的 app.ini 這是我們整個 Git 的整個最高層的一個設定檔。那預設網址是使用的通讯部是3000，因此我們就用你的 IP 冒號3000就可以來直接執行它了。那下面這個說要使用 Windows 另外建一個賬號那這個是建議的不這樣做其實也是可以運行的起來。那這邊有在提醒大家不能用 admin 這個賬號，系統就跑起來了。假設我要重新再安裝一次這個設定的話，要怎麼辦呢？最簡單的方法，你就是把這個 app.ini 給刪除掉，然後重新重整一下頁面，它其實就可以馬上再重新做一次新的設定了。那接着我們第三部分就是簡單的先講一下系統裡面重要的資料夾。在安裝目錄裡面呢，會有一個 custom 我們所有可以制定的內容都是儲存在 custom 這個目錄裡面，因此我們的 CONF 呢是我们放我們的設定檔。這個頁面如果需要做客製的話就是像我們這個頁面，我這個頁面我需要做客製，或者是像我們上面這個選單我希望再增加第5個、第6個這個選項的話，那我們就是要從 Custom 的 Public 裡面去做一個新增網頁來變更它就是透過這個 Public 跟 Templates 我們就可以來變更我們的頁面就是讓它不會變成是系統本身的那一個頁面，可以自己做一些設定。資料就是放在 Data 這個子目錄裡面，然後系統的 Log 檔呢就是放在 Log 這個資料夾裡面這是目前我們可以看到的幾個重要的資料夾。那怎麼把 Git.exe 安裝成服務呢？你可以參考這個註冊為 Windows 服務的這個文件的內容。那基本上就是這樣子就是如果你有安裝過，你就是用 SC 下這個 delete 的命令把這個 Git 這個服務給刪除掉。第一次的話，你就是用 create， 然後後面再指定 Git 自動執行，就是我這個服務要把它建立成是自動執行，所以我這個後面要做一個把它設定成是 auto， 然後它的2進位檔案的執行檔所在的路徑就是安裝目錄裡面的 Git.exe， 設定檔呢就是 Git 下面的 custom CONF 裡面的 app.ini， 那這一些就按照文件裡面的設定來設定好就可以了。那這邊要注意的就是 start 等於跟這個 bin path 等於後面都有一個空白，那這個空白不可以漏掉，一定要把這個空白加進來。那只要做過這個 SC 這個指令就可以把服務給增加起來。那如果加了以後你要做修改，就是可以直接執行這個 delete， 然後再重新做一次 create 就可以。那下面有這幾個鏈接那各位有需要的話可以直接去參考官方的一些文件。那我們今天就是用很簡單的方法介紹了 Git 的安裝跟基本的設定，那後面我們再來分享其他跟 Git 相關的一些內容。今天介紹到這邊，也請各位多多訂閱我的頻道，謝謝各位。